体会人间冷暖，看尽世间百态。欢迎您收听人生语录。名字的威力众所周知，它承载了一个人的命运。姓氏和名字的组合，似乎是注定了一个人的生命轨迹。父母为我们取名，看似他们的选择，实则是命运的编织。我们或许可以询问父母，当初为何取这名字？父母或许会说，那时候心血来潮，或者翻阅了哪本书，才有了这个灵感。突然一闪而过的灵感，以及翻到哪本书，看到哪个好剧，都有运气的成分在里头。而运气并不是我们能够控制的。从表面上看，运气是偶然的，可从实际的角度来说，运气当中又存在必然。也就是说，所有的偶然其实都是必然。起名字也是一样的道理。名字不是父母起的，而是老天爷帮我起的。这就是所谓的万般皆是命，半点不由人。一举一动皆在老天的掌握当中。正如刘备，字玄德，他的名字似乎为他的一生定下了蓄势待发、沉稳隐忍的基调。他用了大半生的时间来为汉室尽忠，直到与诸葛亮相遇，为他提供了发展的机会。这个名字成了他的写照，也影响了他的命运。我们的名字早已预示了我们将会遇到谁，经历怎样的结束和命运。先来谈谈名字的因果。有些人会疑惑，这名字也有因果吗？绝对是有因果的。这因果也许会跨越几十年，甚至几百年的时间，反正它绝对会出现。曾仕强教授说过，刘邦斩白帝之子白蛇起义，攻陷咸阳后，被封为汉王。不久就从巴蜀起兵，东出消灭了项羽，平定天下，建立了汉朝。刘备因为关羽的失误，失去了东面的荆州，让孔明的隆中对落空。虽然刘备学刘邦从巴蜀起兵，可实力不够，后面还被东吴的陆逊击败，病逝于白帝城。可以这么说，刘邦斩白帝之子而兴，刘备于白帝城而亡。始于刘邦汉王，亡于刘备汉中王。项羽亡而汉朝建立，关羽亡而蜀汉回天乏术，兴于巴蜀，亡于巴蜀。如果我们细细去品读上下5000年的历史，就会发现相似的因果联系其实特别多。名字上的因果，冥冥中影响着我们的一生。再来说说刘备的2个儿子，亲儿子刘禅以及义子刘封。这2个儿子的名字足以说明刘备的野心，那就是白手起家，创立事业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义子刘封配上亲儿子刘禅，合起来就是封禅。古时候的皇帝都需要去泰山封禅，证明自己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。当然，这2个儿子中命数最差的就是义子刘封，命数最好的就是亲儿子刘禅。前者因为不救关羽而被刘备所杀，后者当了蜀汉42年的皇帝。《三国演义》中有诗云：洪光照体困龙飞，征马冲开长坂围。42年真命主，将军因得显神威。大致意思是，赵云救阿斗的时候，突然被红光围绕，帮助赵云七进七出，杀得曹军人仰马翻。原来这刘禅是42年的天子，让赵云可以显露神威。封禅的目的还是为了禅，那刘封不懂事被杀，就是注定的事儿了。有些事儿看似是偶然的，实际上是无数偶然背后的必然。名字真的就如此重要吗？古人有言：一命2运3风水，4积阴德5读书，6名7相8敬神，9交贵人10养生。这名字刚刚好排第6位。命和运，这是最重要的。风水和阴德需要人们有一定的智慧。至于读书，
那就考验人们的勤奋程度了。而名字，那就比较有讲究了。名字涉及到个人的磁场、属相、八字、音运、命理。可以这么说，名字好的人，基本就成功了一大半了。为什么武则天称帝后要改名武曌？所谓的曌，就是日月当空，照耀一切的意思。别人有这个命格，再改这个名字，自然就名正言顺了。为什么朱重八也叫朱八八，在创业的时候改名朱元璋，字国瑞？据说朱元璋受郭子兴重用后，就下定决心改变现状，要成为尖锐的利器，诛灭元朝。朱同朱音，元就是元朝，璋就是尖锐的玉器，这就是朱元璋名字的由来。字国瑞跟朱元璋这个名字特别搭配，明朝建立，福瑞将士。谈到这里，有人会说，无论是什么名字，都是当事人或者他的父母起的。确实如此，不过你要有这个命格，才能起相对应的名字。为什么现在的人不会改照这个字？因为这个字太大了，不是普通人的命格可以镇得住的。普通人起王侯将相的名字，等于折福折寿。说句不好听的话，别人叫李世民，他也取名李世民，难道他就能成为唐太宗吗？这是不可能的。不同名字的运势只对某一个人有效。比如说，张三成功了，你也取名张三，没想到被人嘲笑。这并不是张三这个名字的问题，而是你的命格不适合这个名字。一个人的名字也会吸引特定的人际关系。例如，《三国演义》中的刘备、关羽、张飞、赵云、黄忠、诸葛亮等名字，似乎相互吸引，相互成就，使他们能够聚集在一起。这种名字之间的磁场吸引是令人瞩目的。同样，武则天的名字照象征着日月当空，与她最终成为女皇有关。名字承载着能量和磁场，会影响人生的走向。老天让你的父母给你起什么名字，或者让你后天改什么名字，决定了你的一生。名字在每个人的生命中扮演着重要角色，它不仅代表着个体的身份，还承载着一生的命运。因此，在给子孙后代取名时，我们必须慎之又慎。取名错误将导致一生的困扰，改名很少有实际效果。名字是命运的一部分，应当遵循取名原则，确保名字与个体的命运和能力相契合，以助子孙后代走上正确的人生之路。感谢您的收听，下期再会。